人说新西兰是天堂，有人说是地狱，到底谁说了算？今天我们不靠感觉，靠数据说话。前段时间我看到2025年初最新的2024年版的生活质量报告出来了，虽然距离有段时间，但我觉得这个报告非常有参考价值。所以今天我想做一件更有趣的事，拿新的生活质量报告对比2022年的版本，同样的调查，同样的城市，同样的问题，但3年过去了，答案变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把2份报告放在一起对比，看看新西兰到底在往好的方向走，还是更难呢？先简单说一下这2份报告是什么来头。2022年的报告是由 NielsenIQ 做的，2024年新的一份报告是由 Ipsos 做的，都是全球顶级的调研机构，调查的对象覆盖奥克兰、惠灵顿、基督城、丹尼丁等新西兰最大的8个大城市。新的一份报告共有超过6100人参与，样本规模很大，结论有相当的可信度。我们先看最核心的问题，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好不好？2022年 83% 的人给出了好评，2024年呢 77%， 下降了6个百分点。那有人可能说 77% 还是挺高的啊，超过3/4的人都觉得生活质量好，这不是挺乐观的吗？对，但方向很重要。2018年是 86%， 2020年 87%， 2022年是 83%， 2024年是 77%， 一直在往下走，4次调查连续4次下降。不过有一个数据出乎我意料的方向有好转。2022年有 36% 的人说和前一年相比，我的生活质量变差了，这个数字很高。2024年这个比例降到了 29%， 同时说生活质量在变好的人从 18% 增加到了 25%。 所以你看，虽然总体分数在下降，但更多人觉得自己的日子正在往好的方向走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可能是经历了之前的低谷，一些人正在慢慢的恢复。那为什么日子会变好呢？报告你说，最主要的3个原因是健康状况有改善，财务状况有改善和工作方面的变化。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，2022年大家说生活变好，最多人提到的是工作，但2024年排第1的是健康。疫情之后，大家好像更看重身体和精神的状态了，工作不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那说生活变差的人呢？最大的原因还是钱。2022年 56% 的人说生活变差是因为经济压力，202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64%。 所以不管报告年份怎么变，这条逻辑还是一样的，新西兰的生活成本有问题，没有根本性的改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讲华人最关心的话题，住房。问题很简单，你觉得你现在的住房成本是可以负担的吗？2022年 39% 的人说可以接受，2024年降到了 32%， 也就是说现在100个人里只有32个人觉得自己的住房成本还 OK， 而接近一半 48% 的人觉得住房成本根本负担不起。这是有连续性的，2020年有 48% 的人觉得住房可以负担，2022年降到了 39%， 2024年继续下降到 32%， 3份报告一路在下降。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住房成本高和住得好不好是2件事。2024年报告显示 74% 的人觉得他们住的房子类型适合自己的需求， 76% 的人觉得他们所在的区域适合自己。所以房价贵是贵，但大多数人还是住在一个让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。这个区别很重要，尤其是对打算移民的人来说。住房成本高不代表你一定住得很差，关键是看你住在哪一区，有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或者住到了合适的地方。好，现在到了很多人可能最关心的安全问题。我们先看一个让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数据变化。报告你问大家，过去的12个月里，你觉得你所在的地方变差了吗？如果变差了，为什么？2022年有 28% 的人提到了犯罪率的上升，在新的报告里，这个比例跳到了 42%。 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调查，2年多的时间，提到犯罪的人从 28% 变成了 42%， 这是整份报告里变化最大的数据之一。
当然，犯罪是一个笼统的词，在之前的2022年报告里，最具体的2大问题：第一，盗窃，包括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，71%的人认为是问题；第二，危险驾驶，同样让很多人担忧。2024年的报告在问法上有点调整，但整体来看，治安感还是下降的。不过这里有一个让人意外的积极数据，2024年有64%的人说他们晚上在自己的社区里出行是安全的。这说明安全感是分层的，城市犯罪感在上升，但社区层面还是相当有安全感的。所以如果你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在新西兰好好生活，这个数据告诉你，大多数人在自己居住的区域晚上出行还是安全的。最关键的是还是要选好区域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实际的问题，钱够不够用？2022年有46%的奥克兰人说他们的收入足够或完全够覆盖日常开销。新的报告里，这个比例掉到了35%，大概下降了1/4。钱越来越不够用，这是这几年里最明显的感受之一。另一方面，还有42%的人说他们刚刚好够用，勉强维持。也就是说，加在一起，现在新西兰超过3/4的人钱都是属于紧绷的状态。不过就业数据相当的稳定，2024年66%人在有薪全职或兼职工作，2022年是69%，略有下降。在有工作的人里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也还不错，这是新西兰一直被认为比较好的一点。不像一些高压城市，这里的工作文化相对宽松，不强调加班文化。接下来说一个对华人移民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题，在新西兰我的文化和身份会被接受吗？2022年有57%的人说周围的人接受并认可像我这样的人的身份，202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9%。另外说我觉得可以穿着代表自己身份文化的服装出行的人也从71%上升到了78%，说我可以参与符合自己文化活动的人也从68%增加到了72%。这是2022年到2024年之间少有几个全面改善的指标之一。对于华人社区来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大城市生活，文化被接纳感在增加，但社区感这边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数字。48% 的人说他们从来不或者很少感到孤独或隔绝。换句话来说，超过一半的人有时会感到孤独。对于新移民来说，这是一个需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的事情，尤其是刚到一个陌生城市，语言、文化、社交圈都需要重新建立，孤独感是真实存在的。这里分享几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变化。先说一个意外的好消息，公共交通使用率大幅提升。2022年 49% 的人在过去的12个月里使用交通工具，2024年这个比例跳到了64%，而且觉得公共交通票价可以接受的比例也从37%提升到了43%。这说明新西兰这几年在公共交通上的投入确实让更多人愿意使用了。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2024年和路段变差相关的排第2位的原因是道路发展问题，包括新的自行车道和路面施工。24% 的人提到了这个，2022年这个比例只有6%。也就是说，很多地方建了自行车道后，一部分驾车的居民觉得道路变窄，停车减少，出行更加不方便了。这是一个社会政策层面很难取悦所有人的典型案例。还有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态度。2022年 42% 的人说他们非常担心或者比较担心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。2024年这个比例降到了 33%。 是因为气候问题不严重了吗？不一定，也可能是因为大家被生活成本、就业、犯罪这些更紧迫的问题占满了注意力。当你每天担心房租交不交得起时，气候这个遥远的问题就可能被搁置了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总结。看完这2份报告，我得出了3个核心的结论。第一，
整体满意度在下降，但下降的速度在放缓，而且感到日子在好转的人比例在上升，这说明了新西兰并没有持续的走下坡，更多人觉得最难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。第二，钱还是最大的问题，住房负担、生活成本、收入够不够用，这3件事每次调查都在变差。如果你打算移民，这是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的。第三，文化包容性在提升，社区安全感大，但犯罪率在上升。这2件事可以同时成立的，整体的犯罪率在上升，但如果你住在一个好的区域的话，实体感受可能可以完全不同。最后来说说我的个人看法，新西兰不是完美的，从来都不是。数据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过去3年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甚至在加重。但我也看到很多人，包括我认识的朋友，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，孩子在读好的学校，工作有规律，周末能出去爬山、去海边，不用凌晨11点还在办公室对着荧幕发愁。数据反映的是平均，你的感受取决于你的情况。如果你想移民来新西兰，这2份报告是你在做决定之前最值得参考的客观数据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正在考虑移民新西兰，或者你已经在这里生活了，也很想听听你的感受。你觉得这几年你的生活质量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也可以分享给正在考虑移民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B 讲 Thank you。 Thank you.